空中突然出现的帝王系，就引得星际9州红色狱警纷纷派出军队抵御，而你见到却流了一地的口水。为了获得美味食材，你利用垃圾星的机械垃圾做出了机甲，白天做一名无名战神大杀四方，夜晚重组海鲜大杂烩，每每给自己开小灶。只因你穿越成一个垃圾星的孤儿，还意外绑定了不能联网的废物系统，每天靠着狗头系统画大饼自制机甲来和系统换高级营养液。就当他嫌弃垃圾星的材料不合他意的时候，天降机甲砸坏了他的工作室。此时他听见远处广播着虫族即将突破最后的防线，却并没有着急撤离，而是眼馋掉下来的残损机甲。这不就是他刚需的机甲材料吗？他美滋滋的切断机甲和驾驶员的精神绑定，将机甲收进空间钮中，然而却在离开前看着驾驶员那张精致到雌雄莫辨的脸，仅剩不多的良心有些抽痛。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算了，毕竟机甲不便宜，作为交换给他治一下精神还好了。在末世的时候，他们高级异能者也能充当治愈系来修复异能者的精神海，给这个少年修补精神海不过是顺手的事情。不过于世一并没有立刻给少年修精神海，他害怕这人半路醒来给自己找麻烦，更何况他更想抓紧时间去搜集物资。现在正是最混乱的时候，他去浑水摸鱼应该能找到不少好东西，只是其他地方掉下来的不是机甲，而是被击毁的军用无人机。虽然比不上刚才的机甲，但毕竟是军用，质量比从垃圾场捡回来的破烂好得多。于世一捡垃圾捡得好快乐，直到空间钮塞满，他才恋恋不舍地停手。此时广播声已经震耳欲聋，预计虫族将会在2小时21分钟后突破防线，请 K619星公民携带公民身份证件，尽快通过停泊港撤离。K619星虽然是垃圾星，但也有普通公民存在，这里靠近海蓝星系外围，又是流放罪犯的地方，所以普通人相当稀少，但好在基础设施勉强够用，还有驻扎的军团保证安全。于世一站在高处望向停泊港的方向，果不其然看到许多穿戴整齐的居民排队验证通过身份，然后登上星舰。而于世一是黑户，无法通过身份验证，所以连中央区都进不去，更何况是登上撤离的星舰。于世一并不知道虫族是什么，他有光脑，但不能联网。此时虫族来袭，他才察觉出连不了网络的尴尬。于世一忽然想起被自己藏起来的少年，立刻掉头回自己的工作室。少年的衣服是垃圾星见不到的高级，手腕上的光脑也比于世一的高级，显然是个富家子弟，他的家人一定不会放弃他。于世一决定先回去给这人修补一下精神海，然后趁最后2个小时把机甲组装起来，这样等他醒了，哪怕自己没能组装起机甲，也能靠着救命恩人这个身份威逼利诱蹭个回城的星舰。于世一回去后感觉到少年的精神力变得很微弱，没再耽误时间，让他横躺在地上，伸开手试着将少年布满裂痕的精神海修补好。当2个人精神力相接的一瞬间，于世一和一双翠绿色的眸子对上了视线。如果说昏迷中的少年脆弱易碎，那么睁开眼睛的少年就是打算狠狠咬人一口的毒蛇。比身体动作更快的则是他破碎的精神力。于世一虽然打算救对方，却也不是真的毫无防备，根本没给他反杀的机会，几乎是在他睁眼的下一秒就控制住对方想要攻击自己的手，将这个比他高了一个头的年轻男人按在了地上，勉强聚拢发起攻击的精神力被碾碎。少年脸色一白，差点再次晕过去。少年惊愕，这个女人的精神力是自己的好几倍，简直是碾压级的强大。可更让他震惊的却是2人精神力相接那一瞬间的舒适。楼气很清楚自己的精神海已经没有任何修复的可能，可刚才从精神海传来的酥麻和愈贴绝对不是错觉，这个人有可能修复自己的精神海。光是这一个猜测就能让楼气的心脏狂跳。楼气被迫仰起头，声音沙哑，抱歉，我刚才是条件反射，并没有恶意，谢谢你救了我，我叫楼气。于世一被对方做出的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闪了一下，妈呀，这小子说话声音怪好听。不过于世一并没有被对方可怜兮兮的样子动摇，继续问，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又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附近有虫巢，我和同伴在虫巢中失散，勉强逃到这里，然后就被你救了。不过你为什么没走？要是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大少爷，我可是没身份的黑户，怎么可能通过身份验证？楼气被这句话噎住，我可以带你离开垃圾星，给你一个合法的身份，你应该可以修复精神力吧？就是你在我昏迷时做的那样。如果你可以帮我修复精神海，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哪怕我想要一台机甲吗？我可以找机械师给你定制一台 SSS 级的机甲。SSS 级的机甲极为稀有，而且有时无价。于世一有点心动，但他并不是心动 SSS 级的机甲，而是这人给出的那个没有具体限制的条件。楼气终于被松开，随后被微凉的手掌覆盖到额头，任由于世一的精神力在他精神海里游走。这股和他暴虐精神力截然不同的精神力覆盖着那些折磨他的伤痕，一点点的拼合、修复、安抚住了时时刻刻都在剧痛叫嚣的精神海。他仿佛泡在温水中，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轻飘飘的恍若飘在云端。那些痛苦和疲惫被一扫而空，甚至忘记外面即将入侵的虫巢，没用几秒就陷入了沉睡。可于世一却把他晃了起来，别睡，快点联系你家里人，不要耽误时间。我在 K619星外时就已经联络过学校了，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派人过来。我是帝国第1军校的学生，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才会来到这里。学校那边发现我失踪就会联系附近的远征军，会把我们带出去，不用着急。远征军？于世一之前就猜测这个小子应该是特权阶级，现在听到楼气说的话更是确定自己的猜测。楼气在提到远征军会来接自己的时候十分笃定，显然他比自己想的更有权势。于世一刚回神，就见楼气突然从自己的空间钮里掏出了一张毛毯，他把毛毯垫在身下，还把双手交叠在腹部，目光灼灼地看向于世一，那翠绿色眸子此时圆了几分，竟然还有点可爱。于世一有点受不了他这种表情，无奈地伸出手，用最快的速度给楼气治疗完毕。他没有藏私的意思，现在这个情况太危险，没有精神力在虫族即将入侵的垃圾星基本上和等死没什么区别。治疗完的楼气睡着了，于世一开始拆解楼气的机甲，将自己能用到的地方拆下来组装自己的机甲。外面战火轰鸣，而这间工作室里竟然显得格外宁静温馨。等楼气睁开了眼睛时，就见原本宽敞的工作室不知何时被一团花花绿绿的东西塞满。这是机甲。楼气毕竟是第1军校无可争议的第一，而且还是第1军团长的楼元帅之子，从小就接受系统且严格的训练。他虽然无法成为机械师，却认得出来这是机甲的调试页面。机械师听起来似乎
乎并不高大上，但却是除了指挥之外数量极少的职业。尤其是高等级的机械师，能够独立制作机甲的机械师，更是从机械师里万里挑一。楼气本来猜测于11是流放到这里的罪犯，可现在他却不确定了。精神力极强，可以修复精神海，现在还是高级机械师，这样的人，帝国绝不会把他流放到这样偏远且危险的荒星。楼气认真打量这台机甲，这台机甲大概有18米高，整体呈瘦高的流线型，机架上甚至还做出了仿人类肌肉的弧度，整体有一种机械的冷硬美感。机甲背上还有一柄足有大半个机甲长的黑色长刀。如果说这台机甲的线条以及弧度是楼气见过的最顶级的艺术品，那么这台机甲的涂装就是他见过的最丑的机甲。他想问于11是怎么想的，可当他看到于11旁若无人的认真工作时，打开了光脑的录像功能，发现自己的光脑竟然没有信号。垃圾星的基础设施虽然落后，可信号这种基础建设根本不可能断，一旦信号断了，整个社会都会陷入停摆。怪不得自己一直没收到消息。想到这里，工作室突然猛烈地震动了一下，是虫族突破了防线，来到地表吗？还差多少？快了，就差一点。屏幕上的进度条卡在90%，于11很相信自己的技术，现在不过是防患于未然。比起离开时面对未知的危险，不如将机甲彻底检查好，省得在面对危险的时没有反抗的能力。楼气跑到门口看了看外面的情况，果然是虫族。只见那个巨大的甲壳类虫族挥舞着2只足有小半个身子大的钳子，一路摧枯拉朽地扫平了路上的所有障碍。是甲壳类的虫族，它们的甲壳十分坚硬，防御力非常高，而且还有钳子做武器。我们这里就在它的移动路线上，他们会将路径上的障碍物全部除掉。楼气从空间钮当中掏出2把激光枪，将其中一把丢给于11。楼气不是不知道于11的意思，比起2个人暴露在虫族的视线外逃跑，还是争分夺秒将机甲测试完，最后乘坐机甲离开更加安全。就当绿色的进度条即将走到最后的时候，于11忽然闻到了一股十分熟悉但令人反胃的海腥味。于11顾不得想这股海腥味是哪里来的，食指悬在光脑上空，轰一声巨响，刺耳的撕裂和爆炸声响起，100%。原本直立在正中央的机甲突然弯腰，挡住了从天而降的碎屑，将楼气护在身下。可当于11的视线穿过那些飞扬的坠物时，却突然瞳孔紧缩，不敢置信地睁大了眼睛。那是帝王蟹，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伸手揉了一下，确定那只巨大的帝王蟹就是自己认知中的那只帝王蟹。于11眼眶都激动红了，丰富的内心活动甚至把正沉浸在联网的狗系统都镇住了。狗系统也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世界的虫族竟然是海产。狗系统突然想起自己能联网了，连忙提示宿主，恭喜宿主完成 S 级任务机甲的诞生，获得奖励随机图纸3 S 级礼包5，随机鉴定技能1，调味料大礼包1，请宿主继续努力，继续完成任务，赢取积分走上人生巅峰。系统商城解锁，抽奖系统解锁，地图功能解锁，背包功能解锁，系统已联网，已恢复正常使用。可惜于11这时候根本顾不上听系统的播报，左眼里写着3个大字帝王蟹，右眼里写着2个大字想吃。对面的帝王蟹根本不知道于11的小算盘，他下意识的想要扫除障碍，还没有进入机甲的楼气连忙射出的激光阻挡对方的脚步。于11这才想起楼气，随手捞起楼气让他爬进来，便操作着机甲跳起，躲开帝王蟹的横扫。明明几十吨重的机甲跳起落地时却轻巧极了，机甲在落地的一瞬间从背后抽出那把细长的黑色刀刃，脚尖轻点，转瞬间来到帝王蟹面前，像切黄油一般顺滑的将右侧的蟹腿全部切了下来。然后没等帝王蟹反应，长刀就如法炮制，将另一边的腿也一起卸下。全程不过几秒钟，楼气甚至还没反应过来，战斗就已经结束了。楼气也曾和这种虫族交手过，也曾打穿过这种虫族的甲壳，可那是在使用狙击枪的情况下。他下意识望向于11，就见于11看着外面已经倒下却还没死透的虫族，眼眶通红，手甚至还有些轻微颤抖，呼吸急促，微咬着下唇。他应该只是垃圾星上长大的一个普通人而已，没有身份，没有渠道知道除了垃圾星以外的世界。如果他真的是从外面来的，那没有道理不认识虫族，甚至不知道远征军，不知道军校，甚至不认识自己。楼气以为于11在害怕，他皱了皱眉，却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而于11却看着已经倒下的帝王蟹，顾忌着楼气还在这，控制着自己没有尖叫出声。他蹲下身，思索着要不要把帝王蟹的身体一起带走。不过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扭头问楼气，这种虫族很多吗？非常多，根本清理不完。于11闻言摸了一下自己的嘴角，确定没有丢人的流口水后，将砍下来的蟹腿收进空间钮。楼气看着他收集蟹腿，迟疑着开口，这些虫族身体里面有污染，你要他们做什么？污染是什么样的污染？病毒、化学污染还是生物什么的？这个不知道，没怎么了解过。没有处理这些污染的手段吗？应该没有吧。这话把楼气给问住了。其实这么多年根本没人在意这些虫族身上的污染能不能除掉，所有人看到虫族的时候都是恶心和害怕，根本没人想过去除这些虫族身上的污染，他们更想研究怎么才能将这些虫族斩草除根。于11恨啊，自己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能吃的东西，怎么就还有污染呢？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回答，于11便没了聊天的兴致，准备送楼气去停泊港。本来他想跟着楼气离开垃圾星，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这里是他的快乐老家，他怎么可能会离开这里呢？就算要走，也是虫族彻底清理干净，或者是等垃圾星坚持不住的时候再走。浮空滑板需要跑将近40分钟的路程，机甲只需要不到5分钟，可这5分钟的路却也并不安生。机甲的扫描系统扫描到了不少生物，可顾忌着楼气，于11并没去找他们，而是标记了他们，再绕开他们，打算回来的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楼气并没有漏看于11标记这些虫族，他不太理解于11的想法，一般人看到这种东西不应该立刻逃走吗？垃圾星上住在垃圾处理区里的只有2种人，穷人和恶人，而于11显然是前者。在这种恶劣至极的环境生长，于11竟然还能做到这一步。此时2人看到灯火通明的停泊港已经被驻扎在地面的军团分部重重保护起来，于11没有靠得太紧，在基地雷达能够扫描到他之前将楼气放了出来。重新回到外面的楼气跳到机甲伸出的手上，从自己的空间钮里面掏出了一堆东西，放到了机甲的手心。机甲一只手托不住，只能用2只手捧着。想到自己很快就会离开，而于11会在这里待很久，他又把自己从荒星上摘的期末考试成果
一起放了上去。这些变异植物的味道十分刺鼻，沾到汁液会让人痛得受不了。有一部分虫族非常讨厌这种气味，会下意识的离这种味道远一些。于是一定睛一看，竟然全是武器和防护罩，里面甚至还有一台全新的光芒。正当他美滋滋的把楼气留下来的东西塞进自己的空间牛里时，他忽然瞳孔紧缩。这是大蒜和辣椒，一个普通的大蒜竟是驱赶虫族的生化武器，而女人见到却两眼放光。只因星际所有的动植物被污染，人类只能靠营养液维持生命，然而女人却意外获得玻璃污染的能力。刚料理好的螃蟹腿，再加上蒜蓉辣酱，简直绝配。随后于十一摸着这颗大蒜，神情相当温柔，仿佛在抚摸什么绝世珍宝。可当于十一将精神力注入手中的大蒜时，却看见面前的大蒜上飘起了一行字：变异大蒜，污染度78%。随后于十一把精神力铺开，将还留在驾驶舱里的东西包裹其中。这些东西里只有大蒜和小米辣的内部有像沉淀似的污染物，其他的像是楼气留下的那些武器就只有名字，比如之前留下的激光枪就是光束能量枪，剩余能量89%；防护罩是光能防护罩，剩余能量100%；还有些乱七八糟的武器，甚至还有不少能量盒，也都是 A 级的，可以直接给机甲充能。于是，一将这些东西都收到了空间牛里面，打算就近找个废品回收站给他的机甲充点能量。此时的废品回收站老板早就通知取消，但收购来还没来得及卖走的废品还在店里，很适合于十一使用。他从机甲里翻身而下，粒子化的机甲被收入机甲戒指里，放在里面用能量和充能。随后进入废品收购站，随便在地上铺了个坐垫，将空间里面的螃蟹腿掏了出来。鉴定技能扫过，螃蟹腿的上方也同样飘出来几行字 ：S 级帝王蟹腿。污染度26%。于是，一看到这个数字有些意外，明明都是 S 级，为什么帝王蟹的腿污染程度远远不如小米辣和大蒜？是因为生物和动物的不同，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于是，一无法确定。可他模模糊糊的总觉得自己应该是忽视了什么决定性的条件。他想了一会，决定先放过自己，试着把精神力渗入螃蟹腿中，将那些沉淀的污染物拽出来。附在螃蟹腿上的污染物不算多，但十分微小。好在于十一是精神力者，精神海都能修复，所以这个过程还算顺利。这一次鉴定面板的字变了。S 级可食用帝王蟹腿，于是一兴奋地跳了起来，环顾四周，将仓库里面那些还没有卖出去的废品叮叮当当一顿凿，重新铸了一口大铁锅，还弄了蒸屉和锅盖。这口锅的直径足有2米，也有1米多深。不是于十一不想做得更大，而是没必要。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吃，而螃蟹腿又那么大，他甚至只需要1小节就能吃饱了。将一整条螃蟹腿剁成巴掌大的长条，撒上系统给的调味料大礼包。其实螃蟹清蒸最能吃它的原汁原味，可是于十一不在乎，他不在乎鲜不鲜，他只在乎自己嘴巴里面有没有味道。他要吃味道大的。想到他手里还有楼气给的小米辣和大蒜，他决定做蒜蓉蟹腿，在锅里加上水，然后把能量块改造了一下，变成了能够快速加热的智能调温灶。然后将切成段的螃蟹腿放上锅开蒸。于是，一趁着蒸螃蟹的时候，去把蒜和辣椒里面的污染物给清理干净，拿着刀切碎。他还没有把蒜切完，就闻到了一股震人心魄的鲜甜醇厚香气。于是，一手上的动作都慢了，整个人的注意力全都飘到了一边的锅上面。受不了的于十一索性把手里的大蒜和辣椒一丢，跑到了大锅旁边，眼巴巴地瞅着往外面冒热气的锅盖。机械外骨骼直接伸了过去，拉开了锅盖，哗啦，被金属盖子遮住了大半的香气瞬间炸开，瞬间布满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蒸腾的热气扩散开，终于露出蒸笼里被切成一段一段的螃蟹腿。螃蟹外壳已经是熟透的红色，断口处露出的白嫩蟹肉有着食材独有的晶莹剔透。明明肚子算不上饿，可闻到这个味道后，于十一的肚子就开始疯狂叫了起来。饿了，真的饿了！从灵魂深处泛起的渴望让于十一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于是，一步步的刚出锅烫手，抓起一根蟹腿段，掰开了外面那层还有着倒刺的壳，迫不及待地撕了一段放进口中，顿时被这在口中迸发的清甜和弹牙惊到了。这蟹肉虽然有微弹的紧实口感，却并不干涩，反而入口即化。明明咬了一大口，可不知不觉间竟然全都吞进了肚子里。不仅没有填饱肚子，反而因为这诱人的味道更加急迫，更饿了。清蒸蟹肉都这么好吃，那蒜蓉蟹肉呢？光是想想，于十一就又要流口水了。于十一索性直接用精神力操控外骨骼去切菜端锅，花生油直接倒了大半桶，油热后将葱姜蒜姜片和辣椒倒进去炒香，将蒸熟的蟹腿留了一半，剩下的全倒进锅里。在下锅的那一刹那，蒜蓉和辣椒的香气混着螃蟹独有气味的香气迸发开来，这股香气格外霸道，甚至穿过了墙壁，飞到了房子外面。当楼气和驻扎的第3军团大校要了机甲来找于十一，请于十一帮忙修复网络的时候，就被这个强烈的味道吸引。那是一股从未闻到过，但莫名极为勾人的味道。好奇怪！楼气咽了一口唾沫，有些诧异身体的生理反应。机甲落地的沉重闷响很清晰，于十一并不是没听到，但是他实在是空不出手来。他面前已经空了一个餐盒，又新开了一个双拼的，里面一半是清蒸原味，另一半则是蒜蓉的，装得满满当当，将能盖上盖子。空间牛里剩下的5条蟹腿和2个大钳子被于十一放进了简易冰柜里保鲜。于十一也发现自己的胃口变大了很多，虽然在他成为异能者之后饭量已经足够惊人了，可
可到了星际之后，他的胃口就是翻了倍的长。于十一本来觉得挺正常，可是当开始吃正常食物时，于十一才发现自己的食量究竟有多大。这一整根螃蟹腿吃下去问题不大，顶多就是有点撑，但效果也相当不错。自己今天驾驶机甲消耗的精神力已经被补充的差不多了，一天3餐吃下来，这些蟹腿也就够自己吃2天，还是在省之又省的情况下。于十一掰着指头算了算，发现自己本来以为最起码能吃1个月的蟹腿，也就撑个2天。于十一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这时，楼七也敲了门走了进来，就看到了堆在墙角被切成了一段一段的眼熟东西。如果他没记错的话，那不是之前那只虫族的腿来着。楼七不敢置信，他的视线在屋子里转了圈，最后落在了于十一身上。于十一正坐在桌子前，眼神专注而热烈地落在桌子前的一个盒子上面，仿佛那盒子里有什么稀世珍宝一样。楼七也不自觉地跟着看向了桌子上的这个盒子，外壳灰扑扑的，里面装的东西却是颜色非常鲜艳的红色和白色，里面点缀着一点点不算明显的青绿色。于十一，这都是什么？没什么，就是有点担心。哎，不够吃。楼七露出了茫然的神色。说到吃，哪怕是身份地位尊贵的楼七也没有除了营养液之外的任何印象，尤其是看到于十一把那些他完全没见过的东西塞进嘴里的时，更是没控制住睁大了眼睛。你要吃吗？是我新弄出来的东西，和营养液一样，尝尝吧，我都吃了好多了，不会有问题。于十一想的很简单，至少 K619 安全以前楼七都不会离开，而自己也不想委屈自己有吃的还要吃营养液，索性把楼七拉下水。如果楼七也能接受，也爱吃，那以后就不用瞒着楼七开小灶了。于十一担心这个世界的人的胃第一次消化不了，所以没有给他吃味道比较刺激的蒜蓉炒蟹，而是清蒸的蟹腿肉，大概有1根火腿肠那么大，放在一张干净的隔离纸上递给了楼七。随后于十一就看着楼七的表情从有些抗拒，再到惊愕，然后是惊喜，最后是享受。明明是一小块蟹腿而已，竟然会露出这么没见过世面的表情。于十一看到楼七露出这副表情时，心中暗爽，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当楼七吃完了那一小条，有些遗憾的再看向于十一手里已经盖住盖子的盒子时，眼里带着十分明显的渴望。可当楼七想起于十一之前说不够吃的时候，他又不好意思开口了，于是楼七只能遗憾地收回视线，强行让自己说正事。现在基地没办法修复信号基站，需要您的帮助。你不用担心修不好，不管能不能修好，我都会给你报酬。之前答应给你一个公民身份，等离开 K619 之后，我可以给你一封推荐信，让你上帝都的几个军校，或者你想要其他的条件也可以行，只要我能满足。军校？去军校会经常派来荒星出任务吗？不一定，帝都第一军校比较少，最多的是九州军校，它是第3军团的附属军校，这个学校经常会组织实战。于十一心头一动，如果这里的虫族都被击退了，那自己可就没有食物来源了。这样看来，军校反倒是一个好出路。于十一想着这事，把做饭用的菜板和炉灶大锅也都冲洗干净，放在单独的空间钮中。因为于十一的机甲没有备案，所以只能上了楼七的机甲。好在他们距离停泊港不远，哪怕中间耽误了一小会，也不过10几分钟而已。于十一看着机甲脚下停泊港外密密麻麻的人群，不自觉皱起了眉。垃圾星的垃圾处理区的确有许多流放来的罪犯，可那些黑户的孩子才是真的无辜，更何况也有像原主这样因为贫穷而来到这里的人。罪犯死或许死有余辜，但孩子们和普通的穷人因为没有身份而无法登上星舰逃离，就显得很荒诞。若是虫族真的来了，那这些人就是第一批死的，所以还是要修好信号基站。当于十一换了第3军团机械技术部的特殊白色制服，穿着高筒靴，拎着自己的工具箱来到基站的时候，就看见体积十分庞大、充满了科技感的基站上满是忙忙碌碌检修的机械师。带他们来的士兵很快在最中心那树的数据树边找到了古文海。看到古文海，楼七明显愣了一下，没想到古文海竟然在这里。如果古文海这个最接近 S 级的级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次的危机比他想象的还要棘手。古文海可是那3位机械大师其一的关门弟子，是近100年来公认的最天才的机械师。前几年听说他去了第3军团，后来就没什么消息了，却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楼七顾不上和古文海寒暄，简单介绍了于十一是 S 级的机械师后，就让古文海带于十一去看看故障点。古文海手指飞快地在虚拟键盘上敲击，将数据调了出来，示意于十一去看。这么庞大的数据流让于十一有些头晕眼花，可当于十一仔细检查过去时，却发现里面并没有问题，这些数据都是对的，可以完美的运行，信号也在有序的发射出去。而也正是这种完全检查不出的状态，让古文海和其余机械师焦头烂额。是正常的。于十一开口，古文海就露出了认同的神色。如果于十一说发现问题了，那古文海反而会觉得对方是在信口胡诌。可问题也在这里，他们排查不出问题，只能看到信号无法通讯的警示。其他一直关注着这里的机械师听到基站是正常的，想到他们排查不出问题可能会死在这里，顿时开始哭了起来。这一哭仿佛打开了什么开关似的，又陆陆续续有人哭了起来。哭什么哭？都安静！于十一的这一声带着点精神力震慑，将所有人堵住了嘴。唯有古文海身形摇晃了一下，被镜片遮挡住的眼睛里满是震惊，竟然是精神力外放。古文海又推了推下滑的眼镜，认真地看着于十一的动作。于十一从自己的空间钮里掏出一个和他机甲如脉相承的丑的5颜6色，那是于十一之前做机甲时为了节省材料和成本做的东西。只要按照自己的设想将数据输入，
这个机器就能自动建模，按照一开始输入的程序运算。于十一将仪器里面的程序改了一下，然后将这个仪器接入了控制中心。随后，控制台的上空竟然缓缓地构建出了一个等比缩小却完整的虚拟信号基站，提示和模拟信号回路几乎是同步检测着。从开端处顺序向上推导，检测通过的绿色、绿色、绿色、绿色在接近大气层的位置戛然而止，并不是突然中断，而是仿佛变了个形态。这也是为什么古文海和其他的机械师没有查出异常，信号基站的系统却自动显示出了信号中断无法传输的原因。信号的性质被改变了，而当红色出现之后，于十一才终于动手继续拆解起来。而古文海眼镜后的眼睛缓缓睁大，整个人激动得恨不得挤到于十一身边，目露狂热。他是怎么做到的？于十一用自己的设备一顿操作后，终于找到了基站没信号的原因。正打算让古文海继续完成后续的工作，就听见系统提示外星域的防线出现了漏洞。于十一和楼气出去查看情况，就见基站外的天空中翻滚着乌云和那不知名的肢体，层叠的鳞片、触须，还有游动时甩尾碰撞发出的轰隆声，时不时出现的电光。等狗系统将摄像头拉大，于十一这才看见乌云后的景象：电鳗、电粘还有电摇。其余的于十一认不太出来。不是吧？淡水生物和深海生物能一起出现吗？不过鳗鱼饭很好吃，烤鳗鱼肉也还行，电粘也不错。看到电鳗，于十一也想明白了为什么信号会在大气层附近中断。这个世界鱼都在天上飞了，能扰乱信号也不是什么难理解的事情。于十一眼神陡然凌厉起来，右手食指上的机甲戒指微微发亮。下一秒，粉发少女自动进入机甲的驾驶舱，机甲拔地而起，冲向了翻卷着的黑色天空。那些挤挤挨挨，仿佛要从天上挤下来的虫族，在于十一眼里已经不再是危险的虫族了，而是大餐。于十一抽出长刀，一只斧头鱼被切成两半，太丑又难吃，丢掉。后面还有更好的。于十一望着那只在虫族深处也依旧格外显眼的巨型鱿鱼，开始想象一会要怎么吃它。于十一艰难地从大鱿鱼上挪开，挥刀将零星几只落下深海鱼砍死，这才来到了热成层附近。这里就是信号改变的地点。电鳗还没到这里，于十一却隔着绝缘的机甲感受到了酥酥麻麻的电击感。看来不仅仅是信号，电鳗本身依旧发电，甚至能够穿过这么遥远的距离传到它身上。可想而知，电鳗到了地面上，那些没有防护的普通人会受到什么伤害？要在他们落地之前将这些会放电的先吃，不，先杀了。于十一正准备鼓起勇气冲出去，就见一架身上沾满了蓝色血液的黑色机甲从虫族中杀了出来。那台机甲残破不堪，线路裸露，好像下一秒就会解体。于十一一把接住这台从天上掉落的机甲，将它丢给后面才跟上来的楼气。还不等楼气说什么，就手握长刀直直地冲进广袤无垠的外太空中。此时的外太空中，无数的 SS 级的机甲与空中的虫族战斗着。可作为这群机甲战士的指挥官顾世初却犯了难，500名机甲战士已经折损了将近1/3，在没有网络、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们走到这里是许多人牺牲的结果。若是在这里停下脚步，那么牺牲的那些战友就真的毫无意义，只能继续往里面冲。当仅剩的不到一半的人到达 K619星外侧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人类的踪迹。顾时初精神一松，而正是这精神一松，留下了无法忽视的空隙。机甲陡然失去控制，虫族的触手缠绕而上，几乎要将机甲整个碾碎。这一切发生的十分突然，距离顾时初最近的几个机甲单兵下意识想去把顾时初拉回来，可这些虫族根本不给他们机会。顾时初的头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一击，他的精神力受到了猛烈攻击，脆弱的精神海开裂，所剩不多的精神力顺着裂缝丝丝缕缕的消失，而机甲更是因为精神海受损而变得越发沉重。就当顾时初被一条长着倒钩的触手拉着向虫族深处拖去，而其他士兵面对大王酸浆油的触手束手无策时，一道寒光劈开了黑夜，暗色刀芒闪过，那条紧紧缠绕的触手被利器划开。于十一本不想和条大王酸浆油对上人，可若是放弃这个人，于十一又于心不忍。他深吸一口气，在他冲向那条大王酸浆油的下一秒，那些机甲单兵们自觉地开始给他打掩护。粗壮的触手被密密麻麻的能量炮射断，带着倒钩的触手端口发出焦糊味。按理来说，太空中是闻不到味道的，可是当鱿鱼须被切断飞到空中的时候，于十一就想到了以前吃的烤鱿鱼须，他的口水不自觉地分泌，仿佛已经闻到了那股香鲜麻辣又弹牙的烤鱿鱼，好像也没有那么恐怖了。于十一闭上眼，浩瀚四海的精神力笼罩了机甲雷达所能笼罩的所有地方，世界忽然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每个物体身上都有一团或明或暗的影子，而在影子的内部有一团最浓重的，像是种子一样深色的核心。虫族的是黑色，分布在身体不同的角落，而人类的核心是白色，都在眉心位置，那是精神海的位置。也就是说，虫族也有类似于人类精神海的东西，这就好办了。他试探性地将自己的精神力探入这些虫族的精神核中，然后捏爆，啪嚓，像是玻璃碎裂的声音。于十一身周的虫族像是被按了暂停键，而下一刻，像是漏了气的气球一般，biu的缩小，消失在于十一的视线中。于十一的精神海因为这一下险些被抽空，半径1000米的球形看似不大，却足有将近上千只虫族。于十一整个人晕乎乎的，差点吐出来。狗系统看着于十一的样子有点担心，却见于十一掏出自己的蒜蓉炒蟹和清蒸蟹腿，闷头狂吃了2盒后，他的精神力就恢复了大半。于十一算了算恢复的速度，
大概确定了一个范围。而狗系统也趁着这个时间给于十一分析这次的虫巢，给他扫描地图。于十一一边吃一边看，最后视线落在了那条大鱿鱼身上。他下意识咽了一口口水，确定自己的精神力恢复大半后，再次释放出自己的精神力。只是这次他链接的是人类，范围恰好能够链接上最外围的那个机甲单兵。机甲单兵们只觉得自己精神还好像被一阵微风拂过，下一刻他们的脑海中就响起了一道年轻的女声：“大家好啊，能听到吗？把靠近大气层的这些会释放能量波的虫族杀了，通讯就能恢复，你们快一点哦！”机甲单兵们听到这声音有些茫然，却见那道身影不知何时消失了。而恍恍惚惚的顾时初却感觉到女人的精神力在缓慢却的确有成效地修复着她的精神海。顾时初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海蓝星系能够精神力外放的人极少，能安抚精神力的更是少之又少，而对方又显然不是安抚，而是修复。到底是谁？顾时初挣扎了一下，却被触手缠得更牢，他无法呼吸。虽然期待着于十一的到来，可那么多虫族，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把自己救出来呢？刺耳的撕裂声猛然炸响，一台花花绿绿的机甲在顾时初的眼里留下一道影子。巨大的虫族开始激烈地晃动起来，下一刻，那把奇怪的长刀斩断了这条触手。顾时初只觉得一阵下坠，随后就像是丢标枪似的被狠狠丢向机甲单兵扎堆的方向。顾时初还来不及反应，就在太空中翻滚起来。当顾时初再回头时，却见不到于十一的身影，只看到那只巨型虫族仿佛遭受了什么重创一般，皮肉翻卷。那个人深陷虫族的围攻之中，他会死的。顾时初眼眶发红，就连接住了顾时初的那几个机甲单兵也忍不住哽咽。于十一也没想到这些机甲单兵会哭，他有点无奈，在自己构建的精神力网络里面开口：“先别哭啊，后方就交给你们了。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不少从外面来的机甲单兵，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信号。”顾时初的哽咽戛然而止。好的，你要不也回来吧，里面太危险了。于十一没回答，但是也没回去，毕竟他把人丢过去就是怕被他们看到自己收集虫族。然而他这义无反顾的身影却振奋了所有机甲兵的心神，他有点心虚。他的动力分明是轰炸大鱿鱼、烤鱿鱼、干锅酱香鱿鱼、香辣鱿鱼须。于十一在宛如鞭子般抽动着的鱿鱼须里面腾挪辗转，险之又险地躲开触手上面的倒钩。尽管速度已经很快，却还是被抽中了几下。于十一被抽得一痛，却并没后退，反而借着这股动势改变动力推进方向，从向上变为向下，直接将鱿鱼竖着划开，露出了里面的内脏。于十一趁着大鱿鱼发疯，砍掉了好几条触手。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菜谱，越战越勇，身影更是难以捕捉。此时被切干净了触手的大鱿鱼，只剩下光秃秃的鱿鱼头，两只眼睛咕噜噜地转着，看上去竟然还有些可怜。失去了触手，没有任何攻击力的大鱿鱼几乎就是躺在菜板上的任人宰割的鱼肉。几乎是在大鱿鱼精神和破碎的下一秒，面前遮天蔽日的大鱿鱼突然变成了缩小了十几倍的鱿鱼头。于十一看着自己手里的小鱿鱼，像是被打开了任督二脉，突然明白蒜和小米辣是种子携带种子，所以污染值高，但蟹腿却和精神核分开了，因没有弄碎精神核，这才保持着巨大的体型。至于这条鱿鱼，于十一打开了鉴定技能，果不其然 ，S 加级大王酸浆油，污染值36%，品质提升了，污染值降低了。他又随意在身边抓了只灯笼鱼测试，果然，足有7、8米长的灯笼鱼变成了不到1米长的正常体型，而没有击碎精神核的则维持着原来的体型。而并不是因为精神核破碎死去的鱼反而保留着正常体型，死后被挖出精神核也还是巨大体。但如果虫族死超过1分钟，那么精神核就会消散。于十一兴奋极了，他本来觉得这么大的虫族吃起来麻烦，不方便料理，可若是小一些，那就方便很多，收纳也方便，能吃的种类也更多。想到以后还能吃到蛤蜊之类的，于十一觉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他用精神力把鱿鱼头的肉切成了容易入味的网格，这才塞进了空间钮里，再次驾驶着机甲钻入虫巢之中。他的速度极快，每次停顿都会有一条虫族消失。半个小时过去，于十一的空间钮和背包终于再一次填满。就在这时，恰好古文海打来了电话。于十一收到古文海的消息就立刻下来了，信号已经恢复，外面的军队也能够定位，穿梭舰和大规模武器都能够使用。于十一前往外太空前就已经让地面的部队清理这些漏网之鱼，只是垃圾星的人手实在是太少，再加上实力一般，这才会漏下这么多。于十一也没想到能烂成这样。停泊港被破坏了将近1/3，主要建筑虽然还在，但靠近外部的地方基本没眼看，而靠近中央区以及有大型金属垃圾的地方，则扒着一个个让于十一极为眼熟的东西。这是生蚝和海胆，还有藏在角落里面的扇贝蛤蜊。于十一看着那些肥嘟嘟、品质贼好的生蚝，眼神都变得温柔可人起来。不过现在重要的还是停泊港，他回来的巧，刚到停泊港上空就看到楼气差点被虫族贴脸杀，赶紧把人给救了出来。看着楼气那张漂亮的脸蛋上露出呆滞的表情，直接操控着机甲伸出手，拎着楼气的衣角，把它放在了自己手心上。怎么每次见你都这么狼狈？我太菜了。楼气坐在机甲的手心很郁闷，他是真觉得自己菜。虽然有机甲限制了他发挥的原因，可在面对那只虫族的时候，他的确束手无策。若不是于十一突然出现，说不定自己真的会死在这里。古文海来的时候，就看见楼气站在控制室外面的窗台上，直勾勾地看着于十一清理其他的虫族背景，愣着干什么？进去治疗，换台机甲继续干活。基站附件清理好后，
于是一主动要求和楼气以及几个 S 级和级的机甲单兵去中央区搜寻幸存者。其实也有无法乘坐星舰离开的黑户趁乱去中央区躲藏，他们不确定，也不可能放着不管，这才派人去清理。而于十一会接过这个任务的原因也很简单，他想要那些生蚝和海胆。到了中央区后，于十一提议分开行动，提高速度。其他人倒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只有楼气欲言又止，到底还是没说。于十一指了指地图上虫族最多的部分，声明自己要去那里后就和其他人分开。楼气明显不放心，提议和于十一一起去。于十一可是打算给自己开小灶的，怎么可能让楼气过来打扰自己？等离开了大家的视线，于十一这才兴奋地小声얘了一句。于十一找了个安静又偏僻的地方，确定不会被人一眼发现，这才把自己之前用来做蟹腿的锅灶掏了出来，又用细金属丝编了个金属网架在炉子上面，拿着刷子把生蚝扇贝都刷干净，又把自己从外太空弄来的大鱿鱼给切成了合适的大小。做完这些之后，于十一一心二用，一边用调料大礼包剩下的材料调酱汁，一边处理食材里的污染。由于精神和破碎，污染度降了很多，清理起来倒是挺快的。于十一哼着不成调的歌，把生蚝肉装进盆里腌制，然后将清理干净的鱿鱼串好，生火。当穿好串的鱿鱼接触到烤架的一瞬间，一股浓郁的独属于 S 加级食材的鲜香味轰然炸开，将厚重的酱料刷上去，这股味道终于达到了巅峰。于十一好没出息的凑近，深吸了一口气，肚子咕噜咕噜的叫起来。剃掉了倒钩的鱿鱼爪，因烤熟后缩紧，上面刷着的酱汁混着海鲜的特殊味道，形成一股浓烈沁人心脾的勾人香气。于十一又将孜然粉和辣椒面撒了上去，原本已经很诱人的味道，在灵魂孜然和辣椒面撒上去的那一瞬间得到了升华。这股味道顺着晚风飘飘忽忽地吹了出去，越过距离于十一极远的几个机甲单兵，隐隐约约传到了停泊港那边。大家经历了惊慌马乱的一天，好不容易得到空能够轮着休息，就在所有人昏昏欲睡的时候，一股所有人从未闻到的浓香味飘进了众人的鼻子里，就连睡着的人都忍不住睁开了眼睛。远在停泊港的人都闻到了味道，更不用说还在中央区的楼气他们。原本楼气还在找人，可当他闻到这个味道时，本应该迈出去的脚硬生生停住了，他的脚不听使唤的自动往香味传来的方向飞去。